说到了李宗仁啊、傅作义啊、龙云啊这些个非嫡系，突然想到另一位蒋系的嫡系大将，不光是张治中一人啊，咱们一直说张治中是当时过来的最高级别的这个蒋系嫡系将领，现在得加一定语，是这个解放前过来的最高级别的蒋系将领。解放后在李宗仁之前也来了一位蒋系大将，卫立煌这个可以多说一句，因为跟我们家还有很有意思的关系。卫立煌跟张治中应该这么说，在蒋系的里面地位平起平坐，不相上下，都是上将，也都是几乎平级晋升，俩人是几乎同时当师长，是几乎同时当军长。然后福建平叛的时候，一个是第5路军司令，一个是第4路军司令。抗战的时候也是，张治中是湖南省政府主席，是卫立煌是河南省政府主席。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几乎也是平级。张治中是管西北5省这个西北的行营主任，卫立煌是东北剿总司令。俩人都是安徽人都不是浙江人。蒋呢是首先喜欢浙江人，其次喜欢军校生。这人就是这样，出身决定了人的很多很多的选择。这蒋本人呢是军校出身，日本的振武学堂出身所以蒋身边呢首先是浙江人，然后是黄埔系，然后是其他的军校生，在这方面呢张治中占了点优势，因为张治中是军校生，张治中是保定军校的，长期以来在抗战期间黄埔系才真正的上来，之前呢中国的军队一直分成保定系士官系、陆大系等等，其中最大的就是保定系跟士官系。保定系就是保定军校这些人，什么白崇禧啦，什么张治中啦，这个傅作义啦。士官系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这些人，什么张群啦、蒋百里啦，一系列的这些人。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卫立煌呢，他是航务出身，他是孙中山的卫队出身，孙中山的卫队这个。出了无数著名的国共双方的大将，孙中山卫队这4个营，1、2、3营加上海军陆战营这几营长声名赫赫共方的叶挺，国方的张发奎，其实张发奎有点介于国共之间然后薛岳，这是1、2、3营营长，然后还有一个海军陆战营营长叶剑英，所以一半国方一半共方，这就是孙中山当时的4个营长这4个营长还有一共同点都是客家人，因为孙中山自己就是客家人。可见每个人都喜欢用自己至少说话能听得懂的那个亲信吧。卫立煌是卫队的士兵航务出身，没读过军校，但是因为特别勇敢、能征善战，然后就一路升上来，算是蒋系这个最能打的大将之一吧。抗日战争的最开始的一场真正的大战役——忻口战役就是由卫立煌指挥的。也是华北唯一的打得不错的一场大规模战役，也是华北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吧，比平津打的规模大得多，而且激烈得多。八路军打的这个第一个漂亮仗，这个平型关，咱们以前讲过，平型关不能叫战役，应该叫战斗。平型关战斗就是忻口战役下面的一次战斗，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卫立煌是蒋系最能打的大将之一。抗战中间，而且跟共产党建立了非常非常好的关系，应该说实际上在抗战中间建立的关系比张治中还要好，因为张治中是到后来重庆谈判啦、这个停战小组啦等等，跟共产党建立了非常好的这种感情吧，但是卫立煌从最开始就他指挥八路军，后来八路军就不叫八路军了，叫18集团军，八路军在正式的内部的军事政府的所有的行为里，后来都叫18集团军。只是我们自己一直管自己叫八路军，以显示我们自己比较独立嘛。后来八路军也就是18集团军长期隶属阎锡山的第2战区，卫立煌就是第2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阎锡山就是地头蛇嘛，实际上就是卫立煌在指挥军事，所以长期的指挥八路军。那后来卫立煌升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的时候，跟八路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卫立煌当时跟八路军的关系是到这样。就刚开始蜜月期，当然了，这个中央政府也给八路军发军饷，然后补充这那。后来开始摩擦的时候，就要停八路军的饷啦，停八路军的各种补给啦。卫立煌也是那种爱国军人嘛，就说大家一起抗战，咱们就不搞摩擦。
卫立煌顶住了各种压力，坚持发饷、发械、发弹，曾经一次给八路军发100万发子弹，25万颗手榴弹，周围人都吓傻了，都不敢批，说这能行吗？说中央的政策不是要反共吗？现在开始，卫立煌说现在抗战我说了算，亲自签字给八路军发这些东西，包括后来到河南省。当河南省主席，跟八路军跟共产党也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而且他跟张治中有一点很像，就是内战开始以后，他也不想打内战。其实大量的军人都觉得仗打够了，牺牲这么大，国家就应该建设了，所以他也不想打内战。然后他就说：“那我就这个出国考察吧，我就别参加内战了。”于是他就出国考察了。这时候就跟我们家发生了关系啊，这跟大家要从这边再讲一下。这我母亲呢是1942年底生在德国柏林，因为那时候我外公外婆已经留学完了，已经得了博士，但是战争期间走不了，就在德国。然后我妈生出来以后呢，43年就开始大轰炸，大家知道43年开始英国轰炸柏林，然后柏林就变成一个特别危险的地方。后来我外公外婆说这个怎么办？这逃难也不能天天带着这么小一姑娘逃难呢，然后就先把她送到了巴黎。这个在巴黎呢，就送到了我外公外婆特别好的世交，汪德昭汪先生家。当然了，我母亲在汪家时间不长啊，这个之前咱们朝花夕拾讲过。后来我母亲主要还是养在一个德国的上校家里。关系开始捋到这儿来了啊，汪先生再多介绍两句。汪先生呢也是大世家啊，他们家是，一门都是科学家。汪先生的哥哥是厦门大学校长。汪先生弟弟跟汪先生自己本人都是科学院士。汪先生是这个郎之万的博士郎之万是这大家都知道，也是世界级大科学家。先给大家看一张大牛逼货照片啊，这张照片应该是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一张照片之一，在座的群贤毕集。大家看到爱因斯坦左手的这位就是郎之万在爱因斯坦右手的，这咱们学中学物理人人都学过的洛伦兹、居里夫人、普朗克等等等等。这张照片是人类的精华，郎之万就是这个级别的大科学家，他是居里的博士但是居里车祸去世以后，他跟居里夫人反正又产生了很多感情，反正当时在欧洲闹得也沸沸扬扬，他们两家的故事很复杂，这个有机会咱们再讲所以是当时是学声学，后来回国以后是中国声学泰斗也是科学院声学所长，中国声学界的第一把这个老大当时呢他在巴黎，因为跟我们家这个世交的关系，说巴黎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因为沦陷区嘛，然后英美也没打算轰炸巴黎，这个德国也没打算炸掉巴黎，谁也不会动巴黎，巴黎是人类的明珠嘛，于是送到巴黎去，这个养在这个汪先生家所以就认了汪先生做干爹那我就叫汪爷爷吧，因为我从小就是每年大概有那么好多次，我妈就带我去汪爷爷家，就是他干爹吧，没事就说走上干爹家住得也近，因为他是科学院声学所长，所以住在科学院，科学院跟清华就隔一墙，所以基本上就溜达出清华西南小门，进了科学院的北门，就到他们家了。然后小的时候呢，汪爷爷就老跟我开玩笑说我是老革命然后我们就笑说你不是留洋回来科学家，你怎么是老革命啊？后来这个我稍微长大一点，我喜欢历史嘛，汪爷爷就亲口给我讲过为什么他说他是老革命。当然因为这事文革也挨了很多迫害就是因为他策反了卫立煌这个事儿是要这么说，把两头并一起卫立煌47年到处去这个考察，然后到了巴黎，到了巴黎就找谁了呢？就找了汪德昭为什么找了汪爷爷呢？又要牵扯出这个有意思的另外一段事儿，就是这个卫立煌的夫人叫韩全华，韩全华是当时民国时代京津一带最大的几大家族之一，韩家的小女儿。韩家是大富商大资本家所以女儿们都出去留学，然后回来都嫁海归，他们家女儿们嫁的人听起来都吓死人。韩全华的姐姐这个一个姐姐嫁了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这个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梅校长是把清华从一个留美预备班、留美学堂变成真正的世界级大学的清华最伟大的校长之一吧所以他姐姐嫁了梅校长另外一个姐姐嫁了另外一个科学家也是海归，另外一个姐姐也嫁了另外一个科学家也是海归，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而言之他们家一律出国留学，然后这些女儿长得都特别好看。
韩清华当时留学之前在北大读书的是北大大校花亭亭玉立，个儿又高。结果这韩清华呢，破了他们家规矩，唯一的一个没嫁海归的，嫁一土鳖。这卫立煌虽然是土鳖，但是位列这个中央军最嫡系的上将，当时是抗战时期嘛，所以这个韩清华，爱国心也膨胀，说抗日英雄，卫立煌，然后就专门回国嫁给了卫立煌，所以呢，他就陪着卫立煌到处去考察等等。然后这个汪爷爷的这个夫人，叫李惠年这汪奶奶是韩全华的外甥女，就是韩清华的大姐的女儿，也是他们大世家韩家的孩子，他留法学音乐，这有点像这个钱学森钱先生娶了蒋英就一科学家娶了一个学音乐的大美女，然后这是一科学家汪德昭，郎之万的大博士，然后娶了大美女学声乐的在法国的这个李惠年。所以韩清华陪着卫立煌到法国，说哎，我这外甥女儿正好在巴黎，说咱们就让他们当翻译吧，让他们陪着吧。于是汪爷爷汪奶奶陪着他们俩到处去这个旅游观光，到了瑞士，在瑞士一个湖上，汪爷爷跟卫立煌有一次长谈就谈到说，你看这国民党现在如何这个不能再这么下去了等等。卫立煌也深有同感这时候卫立煌就问汪德昭说，你是共产党吗？汪爷爷说，我是法国共产党，我不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汪爷爷呢是法国的左翼学生的领袖之一其中最著名的一事呢，就是法国被纳粹占领期间把他的教授，就把他老师郎之万给抓起来了。因为郎之万当时是什么，好像是世界反法西斯什么同盟的主席之类的，反正就是那些知识分子科学家组成那么一个联盟吧。抓下以后，这个汪德昭就组织左翼学生法共等等去营救反正干了好多事儿。所以汪爷爷说我不是中共，但是我是法共于是卫立煌就说那你能不能帮我跟中共接上头？汪爷爷一想说，我努力吧大家都爱国嘛，为了内战早日平息。所以汪爷爷想来想去怎么办呢？就是通过了法共联系上了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因为苏联是共产党国家嘛，然后又通过苏联驻法国大使馆联系上了中共驻苏联的这个机构，然后就把卫立煌的这个口信通过这么辗转一大条线传到了中共这儿说有卫立煌上将在法国他表示愿意跟中共接头，而且是卫立煌亲笔写的这个一封信里面专门写到说此事事关机密万请保密但是我很愿意跟贵方接触。其实都老朋友嘛，跟周恩来也在太原长谈过，跟朱德更是。你看朱德归他指挥嘛，他是战区司令长官，朱德是一个集团军的司令所以其实本来关系很好，就是没有真正的能这么接上头，就是表示这个态度中共接到以后当然大喜过望说卫立煌，我天，这蒋系嫡系的上将马上通过原路线，又通过苏联，然后又通过苏联驻法国大使馆，最后又通过汪爷爷给他回信说热烈欢迎，以各种方式合作都欢迎结果这事儿呢正在联络的过程中，这个卫立煌已经回国了，因为蒋实在是仗打到急缺大将，急缺人才。你想大将缺到什么程度？一共这么几个大规模的剿总每个剿总下面就是百10万大军徐州剿总是自己嫡系刘氏北平这边就已经没办法了，淮北剿总就是非嫡系傅作义，华中剿总非嫡系不但非嫡系，跟打过无数回仗，内心深处一直反蒋的白崇禧说明蒋内心缺大将没有大将，最后就把卫立煌死活从这个欧洲拉回来，说你出任东北剿总司令，因为东北是最重要最前线嘛，跟林彪那东野在那打卫立煌已经到了东北，出任这个东北剿总司令了汪爷爷还跟卫立煌通电报，他们俩之间规定了一个密码汪爷爷就通过这密码把中共的消息绕了这么一大一圈，最后绕到东北去跟卫立煌联络所以卫立煌在东北的时候一想说，那干脆就把汪爷爷调过来吧，就说你也别在法国当科学家了那时候早已经在法国当了这个科学家这个而且收入地位各方面都很好，说你还是到我身边来吧，这样跟这个中共有一管道。汪爷爷想半天，最后跟汪奶奶变卖了家私，这个带着他们的儿子，他们就一个儿子汪华就一起回国。汪爷爷当时只身到了沈阳，到了卫立煌那儿，给了一少将
啊，一科学家啊，或者当少将了。你说这事儿也挺逗，你说他是地下党吧，他也真不是，他跟党也没任何渠道联络，除了在巴黎的时候有渠道啊。到了沈阳，俩人一摸黑，他也联系不上共产党，中共怎么联系？啊，卫立煌也没办法，啊，最后只是说最后一封从巴黎传来的信儿说，啊，静观其变，啊，这个能做点什么做点什么。所以大家看辽沈战役，卫立煌其实对于国防来说啊，起了很负面的作用，就非常消极啊，非常消极，尤其是拒绝撤出沈阳，啊，其实南京的国防部已经看到这个有可能被瓮中捉鳖。所以坚决要求全军撤出沈阳，集中在锦州。锦州往后一退就是傅作义嘛，傅作义华北还有50多万大军呢，往前一进还能打，往后退背后有傅作义，啊，这样就连上了。然后卫立煌坚决拒绝，说沈阳不能丢，而且说撤不出来，啊，撤不出来路上就会被共军全歼，啊，导致丧失战机，林彪大军从长春南下，然后包围了锦州，啊，等于关门打狗嘛，切断了入关的道路。啊，到打锦州的时候也是啊，磨磨蹭蹭啊，不愿意支援啊，等等等等，啊，侯敬如兵团调到葫芦岛西进兵团的时候，还专门飞到葫芦岛跟侯敬如说：“你慢慢来啊，你稳扎稳打，这个别那么急啊。”廖耀湘这个看来是不太行，啊，最后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从锦州回沈阳的河上搭了几座浮桥，说万一不行就回沈阳，啊，与辽沈战役大家就知道，全歼国民党在关外的所有军队。然后最后这个沈阳快解放的时候，卫立煌上最后一架飞机准备逃的时候，啊，专门不起飞，最后派最身强力壮的卫士在逃难的所有人群里把汪爷揪出来，说那是汪德昭，快把汪德昭弄上飞机，啊，就把汪德昭弄上飞机跟他一起走的。啊，本来没想去南京，知道自己这个有罪在身嘛，就跑到广州去了，然后最后给被迫弄到南京，然后给软禁了。啊，这个要搁别人估计就枪毙了啊！卫立煌这个虽然没有张治中这么受蒋的宠爱吧，但是毕竟是嫡系大将，所以就把他软禁起来，说军事法庭审判啊等等，这一来二去，还没怎么着呢，蒋就下野了，蒋下野回西口，然后李宗仁啊当代总统，于是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赶紧跑香港去了啊，汪爷汪奶就跑香港去了。啊，到了香港就也不去台湾，也不这那，在香港这个做点生意啊什么，当然钱也赔光了，也不太会做生意，啊，这个汪爷汪奶就又回了巴黎，继续当他们的科学家，然后在巴黎一直待到了50几年吧。50几年的时候，周总理写信给全世界的中国在外面的科学家，说希望大家回国参加建设。那时候那么多科学家回国啊。这个汪爷也是那时候回国参加建设，然后大家耳熟能详的钱学森啦、邓稼先啦等等，都是那时候来回国。啊，卫立煌呢，就是后来在香港待着，钱也赔光了等等。这时候又出现了一韩家的人，出现在中南海里。啊，这个呢是韩全华的侄女，啊，他大哥的女儿，正好周总理的秘书病了，于是他就当了一阵临时秘书。然后周总理还说过，说一看你就是韩家人，说你就是有韩家大小姐们那种气质。于是他说，哎，我这姑姑在香港呢，跟卫立煌啊在一起，于是又开始写信，又联络上了，等等等等，啊，导致卫立煌55年的时候回国。卫立煌回国也是大事啊，作为这个张治中之后第二个蒋系中央军的上将回国。回国之后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但是毕竟有点晚嘛，啊，那时候如果辽沈战役的时候。啊，那他地位应该比张治中还高，啊，但是55年早就已经大局已定嘛，所以回来没有做到张治中这么高，没有做到这个人大副委员长啊，政协副主席也没做到，啊，只是替龙云啊做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当时国民党的几个最高级将领啊都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啊，龙云一开始是，后来57年的时候，龙云又被打成右派，极右派。于是卫立煌代替龙云又当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就是算是做到比较高的位置吧。60年的时候去世了，好在60年去世了，这要熬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没跑，而且文化大革命虽然他去世了，韩全华他夫人还是受了很多迫害，虽然邓颖超多次上门去保护，但是你想想当时邓颖超连刘少奇国家主席和夫人都保护不了，更别说保护别人了。邓颖超虽然也尽了力，但是也受了很多迫害。汪爷爷汪奶奶文革的时候备受迫害，主要的罪名就是这个，因为当时卫立煌是位列我们当时号称43名战犯嘛，蒋介石也在其中，然后卫立煌也在其中，而且还排得挺前面，
所以汪家革命说啊，汪爷爷汪奶奶都被迫害批斗，说是这个勾结战犯卫立煌如何如何。他们家到后来还一直放着一封信，是罗清长，就是周总理的秘书，然后专门给汪爷爷汪奶奶写了一长封的证明，说他们不是勾结战犯，他们虽然不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是他们是法共，他们当年在法国卫立煌这个跟共产党联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何如何如何。而且罗清长建议他们两个的工龄那个时候因为要平反的时候要补发工资算工龄算级别等等等等，说希望从1947年算起。这封信就一直在汪爷爷汪奶奶家放着1947年就是他们在巴黎帮着卫立煌联络到中共的那一年，说希望那一年这个算起。所以就是为什么汪爷爷从小就跟我说你可不知道我是这个老革命我很早就参加革命，就是说的这事儿所以卫立煌这个是另一个中央军的嫡系大将，最后来到了中共这边我们跟汪家当然是关系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汪家世代都留法，汪华也留法，他儿子汪岩也留法，我们家世代留德，他除了我以外我妹什么也都是留德，我妈。然后呢，我不是2000年的时候到搜狐去做这个娱乐事业发展总监，然后做了1年就跑到新浪去了。当然大家还说你没事这个到处乱跳干嘛的？搜狐不是挺好吗？干嘛去新浪？就是因为当时新浪的总裁就是我这干弟弟，就是汪德昭汪爷爷的孙子，就是汪岩。汪家是3代单传都是只有一个儿子。汪岩当时在新浪当总裁，然后就跟我说你怎么能那个在我们对手家这个咱俩这个同事操哥不可以说你来新浪吧。我说好，那个我就跑新浪去了。这个汪岩现在继续在法国，他们家是一个有深重的法国情节的，非常优雅的，在家里没事全家一块弹琴唱歌等等等等这样一个大知识分子世家。好，这个卫立煌就说到这儿。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危在旦夕，张学良坐山观虎斗，高晓松在旧书摊买到597封当年旧电报，一手资料讲解军阀版《攻心计》。我在美国闲来无事呢，就去逛书摊无意中买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电报集，但是是597封中原大战时期代表蒋介石游说张学良的这个讲的大谋士大说客这个吴铁城的电报集。说一下背景。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3大军阀联合起来，伙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共同发动了一场反对蒋介石中央政府的内战，史称中原大战。当时军事实力最强的却是没有参战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这个时候东北张学良拥兵数十万，而且空军海军都是最强大，所以张学良坐山观虎斗，当时成了全国最大的红人。就是张学良实际上只要一封电报，不用放一枪，说他支持谁，这战争就结束了。蒋派呢是自己最得力的2个大谋士，就是吴铁城跟张群，那边也是所有的陈公博什么什么全上阵就去游说那个冯延礼因为都是军人，所以他们还拉了一个政治领袖一起反蒋，就是汪精卫。所以既有汪精卫这样跟蒋至少是平级的，在这个党的地位里国家的地位里又有各路大军，所以两边实际上是各方面都不相上下，就等张学良一句话。这个电报呢，这597封电报就是吴铁城到沈阳之后，从沈阳跟南京跟各方面吧，所有电报都在这里了。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帮我吧，张学良，我给你股权，给你现金，给你那各种各样的那个收购邀约条件。大家处理这个国家的事儿，非常像今天的这个兼并收购。就是兼并收购，无非就是股权、现金、团队，然后这些事儿，实际上就是蒋对张的一次全面兼并收购。这个股权呢是最好谈的，就是整个电报里有关股权，这国家的股权其实就是怎么地盘归谁，就谈了一次就谈成了，就是黄河以北全归张学良，就是你只要支持我，黄河以北都归你，就是以后你就北平行营，就是都管了，就是这是你的，这黄河以北算
30%多股权吧，差不多算中国的，所以就30%多股权给你了。然后呢，钱这个地位给你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就仅次于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里边电报里有大量的电报呢，是讨价还价这个钱的事儿，因为那边没钱，那边冯延礼唯一有钱的就是阎锡山，阎锡山又抠门，特别抠门。然后当然咱们不说山西人抠门啊，就是阎锡山抠门，五台县的人抠门，所以张学良开价1500万，跟现在的1500万不一样啊。那会儿一上尉军官1个月10块钱就养家糊口了，那会儿的1块大洋是很值钱的。2000块钱买一4合院，那时候1500万大洋。有关这件事呢，这里电报就很有意思。然后就那个蒋介石就只要战争能赢就不管了，就说行啊，给。在电报里提到蒋，一律叫主座，因为蒋有的时候是这职位，有时候没职位，有时候只有军职没有政府职位。当然这个时候30年蒋是国副主席，但是他也不叫主席，都叫主座，就是不管你蒋担任什么职务，还是你下野回家，你都是我们的主公。然后宋子文就给吴铁城发电报说，主座虽然说了答应了1500万大洋，可是我没钱，我那么多钱都要用来支持战争，说我们现在有大量的钱要去捷克、法国买武器、买弹药等等，说你跟汉卿商量，汉卿就张学良啊，你跟汉卿商量说，咱能不能这样？我呢特别像兼并收购，就我先给500万，剩下1000万当做这个沈阳兵工厂买武器弹药的钱。说你别想这主意，我就要钱，1颗子弹也没有。说宋子文又发一个说，要不然咱们500万现金发行1000万，叫整理东北财政国债。这国债是个什么东西呢？那时候军阀混战，包括我军最穷的时候也是没办法，印一票子说红军票，比如说胜利以后兑现，先把那鸡拿来吃，然后这票子先留着。国债其实就这样，这国是你的，那国债就兑现；那国不是你败了，那这国债就作废了。但是说你告诉汉卿，他只要支持中央，就支持蒋了，这个仗必胜，仗必胜，中央就还是合法中央，这个国债是必兑现。所以呢，这就是1000万。最后张学良想来想去同意了，说这个行，然后就开始扯什么皮呢？当然，这中间发生很多事。张学良主要以打麻将那个文明麻将来平衡两边，因为两边谋士都在沈阳。然后张学良有时候就跟这几个谋士打麻将，然后聊一聊你们家干嘛的呀，什么闲聊，说不谈正事。突然张学良就不理他了，就跟那边打麻将了。然后最后就花钱说怎么回事？说少帅怎么不理我们了？后来说因为前线这个济南被傅作义攻占了，就傅作义是那个。阎锡山手下的重要将领，这也是后来就北平和平解放，也是他，这个算是晋军第一能打的吧，就是他、徐永昌什么这几个，所有东北军官就都急了，就跟张学良说咱们不能支持蒋，说咱们得坐收渔翁之利，一封电报收黄河以北1500万现大洋，好，咱真出去拼命去打去，说那就不值了，说这蒋军连济南都守不住，说那咱们，所以张学良就不理他们了。然后吴铁城就最后变成由张学良指挥战争，吴铁城就发个电报给蒋介石说，汉卿说的态度就是说，中央军如果不能收复济南，他就不表态支持中央。于是就蒋就孤注一掷了。当时刚才我不是说了，8大金刚全体主力都在陇海线跟冯西北军打呢，然后全体主力撤下来，以急行军的速度往济南赶，所有的师长们全都不骑马打绑腿，就带队行军，陈诚什么全都拼了，然后就当把济南收复了。济南一收复，张学良又开始坐下来打麻将，说济南收复了可以聊一聊，但是呢，张学良提出一个说，黄河以北归我，天津肯定在黄河以北嘛，天津海关得归我，因为天津海关是当时中国最富的财政来源，是中央最重要的财政来源。然后吴铁城就发电报给宋子文说，汉卿说了，这个天津海关要归他。宋子文坚决不干，回电说，天津自有海关开始，天津海关的收入就归财政部。你骗我啊！你说给我30%股权，可是有一块重要业务，这就跟兼并收购一样，说股权给你30%，可是重要业务你不让我做，这是好生意。天津海关坐地收钱，就不干了。
然后这边就说半天，宋子文就死扛住，就不干啊。最后呢，张学良软了一点，说那这样吧，说天津海关可以不要，但是3条路局可以归我，就是当时最重要的3条铁路，就是这边出发的津浦线，天津到浦口，其实就是北京到南京的嘛。然后这边的平汉线就是北平到武汉，然后平绥线就是这3条线，3条铁路。因为当时你说中国那么穷，打得破烂，真正挣钱的除了海关就是铁路，所以说那我要3条铁路。结果又惹毛了一位，这回孙科，铁道部长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这个宋子文呢是讲的大舅子，孙科按说算他大侄子吧，就是孙中山的儿子嘛，他一直追随总理，大侄子，所以俩人都不好惹。孙科就说了，就发电报给吴铁城，说这个津浦路过了济南就已经到黄河以南了，是吧？这个平汉线过了河南，什么郑州的也过了黄河了。说主座说了，黄河以北归张学良啊，那为什么这2条线过了黄河都还得归他？这条铁路这不行，这绝对不能统一，不然我这铁道部长不干了，因为他没事干了。中国最重要的这几条铁路，除了南边的粤汉铁路，那就全归你张学良，那我干嘛去？而那3条铁路非常挣钱，好像一天能挣3万多，就是很多钱。然后，于是就坚决顶着，张学良就彻底怒了，说那就别聊了，啊，天津海关不归我，3条铁路不归我，那我怎么着？我收庄稼，就到处收庄稼，那怎么挣钱？于是就不干了。最后蒋就出面弹压，蒋呢估计还是怕老婆，这个大舅子还是不敢惹，就最后说服孙科说，就哎呀，战争输了，1条铁路也没了。是不是战争赢了，有的是办法，让你当行政院长行吧，就是总理，或者让你当那个什么，你就让了吧。所以最终呢是孙科妥协了，就3条铁路都归张学良，张学良终于开始拟电报了。1930年双原大战蒋介石危在旦夕，张学良坐山观虎斗，高晓松在旧书摊买到597封当年旧电报，一手资料讲解军阀版《攻心计》。电报拟着拟着，突然少帅怒了，为什么呢？蒋等不及了，说你这吴铁城在前方，这张学良时无妨电报，前线这打的天昏地暗。蒋最后派人拿了100万现金现大洋，收买了东北军驻守山海关的这个旅长，就让他自己单独出兵。因为当时通讯没那么发达，不像现在有微博啊，一会儿就辟谣了，一会儿辟谣了。当时这个旅如果从东北一入关，马上全国就认为张学良出兵了，支持了蒋，那对方就崩溃了，直接，所以就想造成既成事实。但是这件事呢，这位旅长呢口不严，被他上级这个军长叫于学忠给发现了，于学忠直接就把旅长捆到张学良面前，张学良当场给枪毙了，而且就翻脸了，跟蒋说你这就相当于兼并收购的时候，你挖我团队，你本来要买我公司是吧？咱俩谈股权、谈现金、谈价钱，好，最后你把我还偷偷派人收买我团队，那这你收购我这事儿我可不干了。哎呦，这吴铁城急的最后就给蒋介石发电报，说都急了，说主座如果信任我们，我就全权由我们代表，至少什么事儿通知我们一下。说如果你不信任我们就回南京就完了。说我们在这前方，那也是前方啊，虽然不是战场，那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就让一生气给枪毙了怎么办呀？然后蒋介石就回电报说，我不知道这事儿。他能不知道吗？你想谁敢都背着他干这么大事？说我不知道这事儿，不知道谁干的，查出这个人，然后你就如何处理他？说你跟汉卿讲，致以深刻歉意，说这是我们管理不严，我们就是不是我董事长 CEO 干的这事儿，挖地团队的事是我下边一部门经理干的，说我一定要把他开除。说你告诉张学良，说我保证2个人赤诚相待，就是保证不那个如何。然后，于是吴铁城又去跟张学良唠说半天，终于最后，这个张学良在1930年9月18号，你历史就算你不说，你也知道918吧？真正这918呢，是1931年的918，就是日本占领东北那918，这就是整整1年前，也是张学良最辉煌的时刻。9月18号那天呢，张学良发出巧电，
支持蒋介石支持中央啊，罢兵西战，大家一封电报完就战争就结束了。来到南京的时候，那是张学良的巅峰，大批的中央委员直接过江，在浦口车站迎接张学良，鼓乐齐鸣。然后张学良下了火车，上船去南京，全部南京江上的所有的军舰鸣19响礼炮，然后所有的民船拉响汽笛，就是表达对张学良的敬意。哇天，张学良30岁年轻小伙子，你想想。然后到南京，蒋介石亲自接，然后后来老婆来了，于凤至来了，宋美龄亲自陪，然后俩人跑到中山陵去结拜成兄弟。所以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为什么敢去南京？因为张救过蒋。30年如果不是张发这一封电报，那蒋就有可能败了。所以我后来看到也是在旧书摊上看到的，就是台湾的一个小记载，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张学良后来不是信了基督教嘛，信了上帝，然后有一天，这个他老在一个乡村教堂里，这个就是从星期天去做这个叫什么呀礼拜，然后有一天突然他的卫队长，其实也不是卫队长，就是软禁他的头吧，说今天给你接到命令换一个教堂。张学良那时候你想软禁着，我有什么权利说换教堂嘛？结果换到那个教堂就是蒋和宋美龄做礼拜的教堂，啊，蒋跟宋美龄坐在第一排，张学良和赵四就坐在最后一排。然后那时候他们俩已经多少年没见了？那已经1960几年了。你想想，1936年底37年初被抓起来，然后那么多年了，已经20多年没见了。然后蒋礼拜完，他知道张学良来，当然他下了命令，张学良才能在这儿礼拜。但是和宋美龄往出走，路过张学良身边点了一下头，张学良点了一下头，但这俩人后来就经常一起礼拜，但是没说过话。所以战争年代或者那种风云年代的那个人物，真的是我们今天所不能理解的各种各样的沉淀在心里的东西。所以呢，今天讲完了，就是我如果以后还能在旧书摊上淘到这种有意思的电报集，或者是我还是会拿出来给大家讲。